能经得住诱惑，冲撞了神灵，罪该万死。我知罪，我知罪，我知罪，我知罪啊！我知罪。继续坚持服药，应该很快就能痊愈。多谢柳公子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无以回报。你这2年的发现、研究都帮了很大的忙。等你儿子能开口说话，或许就能知道一切背后的真相。但我觉得，制造这东西的人一定有什么大阴谋。你怀疑涂老爷一案也和药神会有关？他们来自同一病毒源，跟这病毒发生了进化。进化？哦，病毒和人一样，他们也是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但这病毒它自身会发生变化，来适应这种环境。可是它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变得有传染性，显然传染一定是人为所致。那如果对方居心叵测，岂不是非常危险？那简直就是在做生化武器啊！那怎么可以留着了？少爷，你可算来了，你看看他们。柳郎，人家好心捐善款，他不但不接受，还嫌我钱不干净。你说这世道，同为女子本就很艰辛，还分什么高低贵贱？你可要为人家评评理。柴姑娘，我都已经跟你讲清楚了，这宝月楼不是什么别的地方，给烈女衙捐款属实不妥。想必柳公子必定能明白我的初衷。烈女衙？相传当这位女子，她结婚后不久便守了寡，但由于她貌美如仙，得到了不少人的垂涎，婆家因此日夜忧心。后来啊，这位女子竟然以断手断脚来证明了她的不服守贞之志。我怎么听着像是被婆家逼的？该女子因此被封为圣女，后来她所居住的地方呢，就被称为烈女衙，还被朝廷用来赡养和犒赏那些丧夫后还恪守贞洁的烈女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本郡主几次遣人召你，你都顾而不见，本郡主只好亲自过来了。郡主殿下，我现在完全没有换工作的想法，虽然他对我凶了点儿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我的工作的。放心，本郡主啊，不让你到府中伺候我了。本郡主决定呢，去应天府当仵作。我觉得呢，还是验尸更有意思。大姐，你饶了我吧！柳郎，人家受了委屈，你还没给人家评理呢。柳公子通情达理，孰是孰非，他自然分得清楚。柳川，只要你肯答应我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柳郎，少爷，少爷，不要再打扰他了！别听我说，不要再打扰他了！拿刀干嘛抓他？还有你，不把本郡主放在眼里啊？柳川呢？柳川在那边，我带你去找他。柳川。夏望，你怎么来了？请坐。若真如王爷所言，那这起命案确实离奇。只不过烈女衙并非应天府治辖，为什么不让当地官府调查？他们哪儿比得上2位？一位有勇，一位有谋，简直是天衣无缝，珠联璧合。在下斗胆，敢问殿下为什么会关注此案？死者的丈夫曾是本王年少时的侍卫，后来因公殉职。没想到他的遗孀又死于非命。本王想查明真相，
以告慰其在天之灵。跨县执法难度太大。再说我们手上本来就有很多案子。那真是可惜了。本王还想见识见识柳兄的探案手段呢。不过此案确实棘手，柳兄审时度势，也可以理解。那本王就不叨扰了，告辞。恭送王爷啊！想激我没门！除了这个死者，烈女崖还出现过2次呢，都是突然病毙，所以官家没有上报。但死者的死法，看2名死者死前都发过高烧，且性情大变，死状狰狞，双眼突出。药神会，他是有意留下的，就料定我会去。那你如何打算？这该死的胜负欲啊，还真让他燃起来了。走，走。所以这里住了寡妇喽。唉，为了这东西脱离社会，跑了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真疯了。所谓名节，对女子来说，往往看得比命还重。不知道是荣誉还是枷锁。没事，等我死了，你随意改嫁，不用为我守寡。再胡说，我就要把你踹下去！来者何人？竟敢擅闯烈女崖！应天府官差奉命前来调查古尸命案。这是。一个村长，一个治保主任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成何体统？那么激动干嘛？我还以为有什么少儿不宜的画面呢，差点打码。哪里来的登徒子，不知廉耻！她是我们查案的仵作。这烈女崖皆为寡居女子，向来不允许男子踏入，这恐怕不妥。村长姐姐，我是来验尸的，不是来干别的。少废话，不行就是不行。当初圣上来了，也只能止步于此。你还想进入？不可能！这里的女子都曾向圣女守誓，要永世守节。一旦遇到男子勾起淫邪之念，不但坏了修行，还会遭到厄运。还请见谅。我知道我长得帅，但是也不至于有这么大魅力吧？更何况，这种东西本来就靠自觉自愿，强行禁止是泯灭人性的。村长姐姐，找死！他是不是内分泌失调啊？脾气比你还大。他武功不在我之下，不能动我。不如我自己进去，你先回去等我。好，那你小心点儿。下等你。走吧。看你辛苦了一天，准备了夜宵，怎么样？今天查的？烈女崖的人都说，是因为他们违背誓言，不守妇道，所以才遭了天谴。这个是什么？是我在门口找到的。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。
按尸僵程度，案发时间应该是昨晚，还是到此时。根据窗口形状和深度目测，锐器自下而上刺入心脏动脉，造成大量失血，休克致死。由于死者为贵姿，血迹向地面喷射，应当形成离散的、点状的及小片状血迹。但由于血液喷射后，凶手再次刺入心脏，反复多次，持续放血。创口和创源外翻明显，甚至由于多次刺入的时间差异，已经出现了滴漏状血迹和浸润状血迹，直到大部分血液流失。明明刺入心脏已经一击毙命，但凶手偏偏多此一举，甚至冒着被发现的风险，又刺了多次。这种行凶手段呈现出强烈的虐杀特征，也或者是为了泄愤，说明凶手很可能是死者仇家。没有抵抗痕迹，没有束缚伤，说明死者和凶手并没有发生搏斗，甚至挣扎，应该在完全无意识的状态下被人杀害，比如喝醉酒。基本可以断定，死者和凶手相识。而且死者多年居住在烈女崖，没有外出，而烈女崖管控十分严格，外人很难进入。所以凶手极有可能就是烈女崖的人。此外，现场还有些酒杯，应该是用来祭神的。我已经提取了指纹。酒杯上的指纹，除了死者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人。类似麻醉药之类的东西，必须得进入烈女崖进行指纹排查。但如此精密且大规模的采集比对，只有你才行。所以必须得想个办法进去。我倒是有个主意。怎么样？看仔细喽，你可别被吓到。哎呀，过来！柳公子找我何事？哎，柳公子呢？这位姑娘是？我家老爷去年仙逝，夫人立誓要贞洁自守，所以涂三小姐便介绍她来此清修。涂三小姐乐善好施，为我烈女崖捐了不少善款，她介绍的自然没问题。不过这信上说柳夫人还与涂家有亲，正是。论起来，我家夫人还是涂三小姐的姑母呢。你们还想骗我？烈女崖里都是寡女，你喉间的突兀已经暴露，还想蒙混？我自小
疾，喉间突起，被人嫌弃，无人敢娶。若非我夫君，恐无人怜惜。他战死我本想为他守节，没想到这里也会嫌我的怪病。夫君我好命苦，看来这女道也不会接纳我。那我就随你而去，一死了之。我本来举起了烈女崖投奔你们的，结果你们也不给我活路，我好命苦。随我来吧。还好有机智，不然穿帮了。这不会是我邪教组织吧？柳夫人，切记早晚背诵，并恪守上面的戒戒。既然来了烈女崖，就要做到清心寡欲，否则一旦产生什么歪念，被圣女看在眼里，迁怒下来，就会像古尸一样受到天谴。再过日落钟响后，就要关闭门窗，不许外出，以杜绝邪念，违者重罚不饶。柳夫人还请早些歇息，记得沐浴。7日后会为你举行这受戒仪式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禁止见到男人也就算了，连脑子里想都不准。怎么，他们还能控制人的思想？简直荒唐！唉，本来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安分夫人，来这里就是为了贞节牌坊，流芳后世，自然会听话。这目标人群筛选得很精准嘛。终于有机会跟柳郎独处了，而且还能共处一室。难怪这么积极要配合我当丫鬟。柳郎，让我帮你沐浴更衣，早点休息吧。我生活能自理啊，不需要你帮忙。人家早晚都是你的，你就不必客气了。怎么，你还怕我吃了你不成？你饶过了我吧，我早说了，咱俩不合适。你是不是男人啊？奇怪，难道我看错了？